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娱乐玩家李维斯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KTM GT2 征战勒芒赛道的视频。KTM 的车系都有着不错的轮胎管理，比同组别的其他车辆，轮胎损耗更低一些。在勒芒这种使用一套硬胎跑完的赛道中，在最后一圈，相较于其他车型可以获取到不错的轮胎优势，依然没有做排位赛，我们将在第18名起跑。起步之前被前方的马丁阻挡，破坏了起跑节奏。 距离前方集团已经有1秒差距，不过在后面也有后面的好处，可以避免前面几个低速弯的混乱。排队进入 S 弯，准备出弯的时候被法拉利硬挤，只能开菜单虚化躲避。 继续排队入弯 ，GT2 的过弯节奏比其他车慢很多。我们尽量到直线再发起进攻。来到大直线就盯着前车轨迹走，吸尾流提速。过掉7速低的慢车，来到第10名。提前减速，与前车保持距离，避免追尾。左边有一位大聪明直接越野通过，背上了3秒罚时。出弯后继续跟着前车吸尾流，保持节奏。 在准备入弯的时候，前方发生事故，寻找空间避开事故慢车。弯中也是状况百出，再次超越2台卷入事故的车辆，来到第6名。勒芒的玩法就是吸尾流，大直线也没别的事情干。 从内线沿着刹车进入低速弯，被小牛直接顶撞车尾，好在车辆姿态抢救回来了，没被撞歪。出弯后靠着 KTM GT2 的强势加速甩开后车，准备超越前方小牛。 因为 GT2 的弯中节奏太慢，走中线稍微防守一下后车。下一个低速弯内线被后车攻击，出弯后靠交叉线早开油反超回来。又准备进入弯道，后车还跟得比较近，对我们的威胁很大。目前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处理。GT2 这台车的动力爆发比较强，弯中要控制好油门开度，不要瞬间大油门输出，以避免后轮打滑，丢失节奏。 通过2个 S 弯后，来到大直线，利用动力尽快拉开后车，尽快逃出后车的进攻范围，避免卷入缠斗，丢失时间。一进入弯道，后车就贴上来了。GT2 这车的过弯性能确实比较差。
因为过弯节奏不同，在出大直线之前还被后车追尾了一下。来到大直线，后车虽然有尾流，但动力跟不上，逐渐被我们带开距离。通过第一个减速弯后，前后都没有车在附近，我们进入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区间，可以专心追赶前车。在第二个减速弯看到 P2 过弯有失误，出弯后我们的差距来到了 1.5 秒内，估计在下一段直线就可以拿下。靠着尾流轻松超越 P2 奥迪 R8。进入低速弯之后，弯中性能差距再次暴露，被 R8 的内线直接顶开反超。前面不远又是高速弯，比较头疼。进入高速弯尝试给前车施压，R8的路线也出现了混乱，趁机超越，回归第2名。第2圈末尾，使用中性胎的选手需要进站了。能跟在我们身后直接跑3圈的选手，肯定都是硬胎了。第2名距离我们2.4秒，第3名差11秒，所以目前对我们有威胁的就是第2名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第2名和我们是同车。如果在第3圈他能追上我们，那他的水平就比我们高；如果追不上我们，那第4圈也追不上。因为车型一样的情况下，轮胎损耗是差不多的。所以我们观察一下他第3圈的节奏，基本可以推测出第4圈的情况了。如果不是同车的情况下，对方比我们节奏快，那这种情况只能靠 KTM 的低胎损，在第4圈偏一下轮胎了。经过第3圈的观察，我们是逐渐带开第2名的。那这场比赛基本已经结束了，除非发生一些不可抗力的情况。KTM GT2相较于之前勒芒视频中的法拉利488，有着更出色的轮胎管理，前中段加速也非常快，就是极速与后段加速不如法拉利488，并且低速弯需要精细的油门控制，操作难度会比法拉利稍大。推荐大家可以在勒芒试试这款车，使用硬胎策略时可以获取一个不错的成绩。好了，那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